好，這個階段我們要特別來關注的是殲35的最新發展哈，因為最近有一架殲35上面印有航空工業英文的縮寫啊 AVIC 的標示，那編號是0001，這個領型戰機呢在央視的節目當中亮相。中國之聲特別報道引述了軍事評論員傅前紹的看法，表示在央視亮相的這架殲35呢，跟現有的殲35A 有一定的區別，而這架亮相的戰機啊，可以看到它前起落架的支柱是比較細的，而且是單輪，應該是空軍版本的殲35A 的改進型，而不是海軍的艦載版。另外呢，戰機的塗裝跟目前空軍、海軍的塗裝不同啊，這個機身都塗滿了淺灰色，比較簡單。顯然呢，還沒有按照用戶的要求來噴漆。那因此呢，傅前紹是研判這架型號有可能是這個殲35A1。這個1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出口哈 ，export 的意思。而他認為啊，巴基斯坦有可能變成殲35A1的第一個買家。好，那當然從這個報道當中是一些研判，這個還需要更多完整的訊息。不過從目前看起來，這個報道的亮相的殲35啊，這架戰機我們怎麼看？就是說，邱老師，您覺得殲35系列戰機是不是已經具備了能力可以轉而量產出口了？您覺得？我們應該講說，從去年的印巴空戰也是，就是去年的這個月5月的印巴空戰之後，實戰，那因為這有實際上的實戰，所以對巴基斯坦來說，那他面對印度的壓力，因為印度有可能跟俄羅斯在恢復原本蘇武器，就是對印度來說，這是他的六代機，那可能印度可能會拿到蘇武器，那就。巴基斯坦也許殲10C1就沒辦法，維持一定的戰力上可能就有落差了。那為了彌補，因為其實印巴之間的關係，中國大陸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調控風險，就你只要不要讓巴基斯坦的實力差印度太多，印度就不會冒險。那印度不敢冒險，雙方這個方向就不可能大打起來，因為大打起來就在中國大陸的旁邊，其實對中國大陸。也是一個很大的威脅，所以中國大陸一直在微調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實力，就是它會希望巴基斯坦可以在力量上面可以壓制印度，維持一個 balance。對，但是又不會讓巴基斯坦的實力，讓巴基斯坦也去冒險，所以你必須要去就非常精密的去調整雙方的軍力的平衡。那殲35A1的，就是我們暫定它是殲35A1。殲35A1其實它是一個更早的，就是其實一個早期研發型。那這個我們大概都很早就知道，殲35有一個準備出口外銷版本，但我們不知道要出口外銷給哪個國家。雖然外面傳聞呼聲最多就是巴基斯坦。對。那在去年巴基斯坦跟印度空戰之後，巴基斯坦對中國戰機的實力大概不會有什麼疑問，他們現在考慮的只是中國大陸願不願意賣而已。那我們知道。這台編號0001大概是在做那個真正出口前的整合。為什麼？因為巴基斯坦買中國的戰機有一個，你不能說壞習慣，就是他們希望能夠在這個預算裡面盡量中方能夠給他們最好的東西。但是你錢就是這樣子嘛。所以我們可以知道，這一定是空軍型，因為巴基斯坦沒航空母艦，所以不需要買到海軍型。那巴基斯坦因為自己國家的經濟實力，它也不是一個可以像中東土豪一樣，就愛買什麼就買什麼，它是精打細算。那在這個過程裡面，其實也不能說，就是中國大陸的航空工業體系沒有得到幫助，因為巴基斯坦畢竟過去長期以來，他們用 F-16，用很多西方的戰機，它有很多西方軍事武器的使用經驗，而這個使用經驗會在這個過程裡面反饋給中國大陸的戰機研發單位，那這個是一個良好且正向的循環。那我相信，既然0001已經出來了，那未來可能會有一年到2年，雙方在做這個測試。我想不會太快，但是在朝這個方向走。OK， 剛剛提到這個殲35戰機啊，因為是非自用型號，而是一架呢正在備貨階段等待交付的這個機型啊，所以呢有個軍文網站，那畫面當中我們看到這個 Army Recognition 呢，他們就報道說呢，中方正式將解放軍的艦載型這個匿蹤戰機殲35呢命名為藍鯊，而殲35的機體啊也配備了彈射桿，那可以跟福建號的電磁彈射系統相容。
另外，殲35呢也被評估可以在遼寧號、山東號之間滑越起飛航艦上來運作。那顯示呢具備跨3型航艦的一個適應能力。它的最大起飛重量大約有3萬公斤，使用內部燃油時候的這個作戰半徑呢大約是1200公里。整體尺寸跟任務定位大致是媲美，就是跟對標這個美軍的 F-35C 哈。那所以殲35目前被認為解決3航母之間的相容性問題。所以總的來看，大使您怎麼看殲35剛剛提到的 F-35，就是美軍的 F-5代機之間的比較，同等戰力還是在戰力上面？因為美國的那個 F-35已經上航母了，已經蠻久的哈。那中國大陸現在3航母來講的話，5代戰機還沒有上航母，所以現在殲35那個航母型的已經實驗成功了，而且它也可以。中國大陸的這個起飛的方式有2種嘛，一個就是滑跳式的，就是用那個板子往上滑上；另外就是電磁彈射啊。所以電磁彈射事實上的話，就變成這2種這種起飛方式，殲35現在都通過考驗了。最近好像在南海也都試驗成功了，就是 A 降 B 降啊。那麼從這個滑跳式的起飛，然後再降到這個電磁彈射的，那電磁彈射起飛再降到滑跳式，所以就變成就是說，把殲35它在就是說變成一個艦載機的功能哈，已經發揮到該有的基本應該有的功能。那這個對中國大陸當然就是說整個的這個海空聯合作戰，基本上就是說這個航母戰鬥群的戰鬥力是一個很大的提升，用完備。因為本來美國事實上它在这個它的航母的主力還是大黃蜂，還是 F-18，它並沒有到第5代。那 F-35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配備。不過就是說殲35它是雙發的，它的體積也比較大。美國的那個 F-35它還是單發的，所以就作戰量，作戰的半徑、掛彈量啊，還有它的整個將來是很多可能都是雙座的啊，就是說它有一個駕駛的，一個是負責作戰的武控，對，武控的，它的這個將來的應該它的作戰能力，我覺得會超過 F-35。那更不要說中國大陸6代機現在已經前一陣子去年的時候，我們看到好多在成都上面也出現了，在好多地方出現，沈飛啊。還有這個陳飛都有這個6代機了，那美國現在還在慢慢跑，而且我覺得最近川普加入了美國的軍武這種設計啊，要1兆5000億美金的這個設計，居然設計了一艘它大概45000噸的一艘超級的一艘戰艦，哇，那不是日本的大和號嗎？就是說在2次大戰最早就被人家幹到海底的，對，那現在說實在航母。一艘2枚3枚這個鷹擊20就已經無處可遁了，你搞那個4-5萬噸的這種軍艦有什麼用？而且都在打擊範圍。大使剛剛點到是中美之間的這個軍力其實距離拉得越來越近哈。其實美方在全球投射也出現所謂的戰力不足的問題哈。因為五角大廈最近也宣布要從北約的盟邦就是德國撤離5000名的駐軍。那北約的發言人還發文表示說，這項調整凸顯出了歐洲更有必要來持續提高國防投資，而且在歐洲的安全共同安全上面承擔更大的責任。另外，德國防長也表示呢，這些都在預料當中哈。他也說，我們歐洲必須要為自身安全承擔更大的責任。但事後也有分析認為說呢，美軍撤離兵力就算是撤離掉5000名的駐軍，其實不是重點啦，部署的武器才是重點尤其是防空飛彈。這個是至為關鍵。好，那講到歐洲，現在還沒結束的俄烏，我們看到5月10號要開始停火3天。雖然停火3天，距離終戰整個終戰還有一段距離，可是呢，在這個北約沒有辦法實際阻止俄羅斯東擴，現在又面臨到美國撤軍，北約自己的價值跟自保之道，邱老師，莊老師怎麼看？是。嚴格來講，北約這個奇怪組織應該35年前就應該解散了哈。因為大家都知道嘛，1991年蘇聯解體，東歐民主化，那北約死對頭華沙公約組織也解散了。是。那照理來講，應該沒有存在必要，就意外又多活了35年。那當然，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，北約又被拿出來在台面上被大家熱議哈。但如果你觀察最近的歐洲的主流媒體報道，基本上他們認為俄烏戰爭也會變成一個僵局，也就是說這個。俄羅斯會在已經斬獲了烏克蘭領土
領土哈，包含2014年的這個克里米亞，還有後來頓巴斯地區、烏東烏蘭，這些加起來相當於12萬平方公里，大概佔烏克蘭大概1/5哈的領土。3個半台灣呢會進行有效統治。那烏克蘭不會去，所以烏克蘭一定會發動敵後的襲擾行為，比如說游擊隊，讓俄羅斯不得安寧。那俄羅斯也想方設法去裂解北約組織，讓北約組織呢一樣不得安寧。所以有人認為，北約未來若存下來，